什么是月球矩阵呢？月球就类似于一个巨型的机器啊，它发射出的频段波呢，严重干扰了人类的意识与感知。简单的来说，就是月球呢像是一个防火墙，所有来自于宇宙的信息呢，都会被月球过滤一遍。中国的古人说啊，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宇宙的信息场的交流。那么现在的宇宙的信息场，99%以上的信息啊，都被月球挡住了。所以现行那些修行的人都很难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同时呢，月球还向人类输出负面的频率。英国的警方就专门有过这方面的报道啊，他们说月圆之夜呢，犯罪率总是会突然的升高，而一些容易被影响的人也会在月圆之夜有明显的暴力倾向和犯罪的冲动。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啊，大家不要太当真啊，当故事听听就好。因为在远古时期呢，月球是一个保护人类的频率发动机。地球的先民呢，就是远古文明的天琴人，他们脱离地球走向了宇宙。当代的地球人初期的时候，也就是伏羲那个时间段，走向宇宙中的天琴人的后代和爬虫族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星际战争。天琴人险胜，爬虫族逃到了地球啊，化身种种生物，而且当时的天琴人无力彻底的清理他们。地球呢也孕育了人类智慧的高种生物，所以呢天琴人就做了月球频率控制器，把地球呢从宇宙同步5D 呢压缩到了3D， 让地球人与高频生物错开。为了不影响地球人的初始规律呢，月球这个频率发动机和地球上人的思想呢具有同步相辅相成的效果。而地球人呢越快乐，希望世界越好呢，这个频率机器呢就越稳定。所以最初天琴人根据不同地区的压制需要，留下了不同的信仰源。后来呢，爬虫族随着人类登月后啊，对频率发动机进行了入侵，更改了参数，使得人类信仰松动。后来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裂缝呢越来越大，而爬虫族的发展呢也更加的迅速。后期由于频繁的登月呢，并在南极建立了基地啊，据说原本是12台频率发动机呢，现在只有4台在工作了，只是勉强的起到了错频投影的作用，所以经常会出现 bug 的情况，越来越频繁。之所以没有全部被破坏，是因为他们目前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打败天琴人。而我国关于月亮最早的记载呢，就是《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啊，帝俊妻长仪，申月时有2，此始遇之。帝俊呢是殷商民族神话中的人物，在殷商以前的文字记录和传说中啊是没有月亮的。月亮这个记录也是在大禹治水之后才出现的。而祖鲁人传说中，月球呢在来之前呢，祖鲁人一直把太阳视为女性的崇拜。当月球来到之后呢，一切他们都改变了。祖鲁人传说就记录这种从把太阳作为女性改变为男性的崇拜，而使得创造出好战的王成为可能。他们通过武力来获取他们想要的一切。当人们对于太阳的认知发生了改变之后，一切都变了。就是当月球矩阵接入进来以后，而改变了我们认知和其他的一切。比如说希腊的南部的阿尔卡迪亚人啊，在当地人的传说中也明确地表示过，月亮是在大洪水之后出现的。另外，在2300年前的亚历山大建立了世界之最的亚历山大图书馆里面，在当时强盛的帝国的庇护下，图书馆声称要拥有全世界的图书。该图书馆第一任馆长戴梅特留斯呢，在这些古老的藏书中泡了几年之后，他也留下了这样一句话，他说古时候的地球的天空是没有月亮的。而且研究圣经的人也发现啊，圣经中描写的大洪水出现之前里面的内容，也是记载天空中当时是没有月亮存在的，都是在大洪水之后啊才有了月亮的描写。所以我们再结合古时候天就是月亮的说法，以绝地天通之后啊，天离我们越来越远，最后达到了现在大致的位置，人们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做月亮。所以由此可见，月球啊有可能是一个被创造的产物，是被其他种族而带到地球身边的。月球是造成地球远古洪水的元凶吗？月球又是怎么样出现在地球旁边的呢？在非洲的祖鲁部落中的神话传说啊，月球是由2个水之兄弟而带到地球上的。这2个兄弟啊，有着鱼鳞般的皮肤，而且月球原本啊是一颗被掏空的龙蛋。在这个神话当中就提到了鱼鳞、龙，这些呢又和爬虫族啊的特征有着密切的关系。而在苏美尔神话当中呢，来到地球的阿努纳奇2兄弟啊，是恩基和恩利尔。在他们的雕像中也出现了有关于鱼的造型，同样呢也是2兄弟，同样呢他们也是来自于大洪水。也许呢古代所描写的大洪水啊，真的就是由月球的突然降临而导致的。在大卫艾克中啊，他也提到了爬虫族在远古的时候啊，就通过一些手段锁住了人类的天赋。除了之前提到的基因手段以外，还有一种呢，就是通过月球矩阵。
月球矩阵呢，就是来自于月球的广播频率，它是入侵人体的这个计算机系统和虚拟现实宇宙系统的一个黑客，从而在更广泛的虚拟现实中创造了一个次级实像。需要理解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看到的月球是物理状的，但是它的基础构造与现实世界中的任何东西一样，其实是波形信息。通过月球的各种存有和能量呢，从一个实像进入我们这个维度，这意味着月球啊是一个入口。就是月球与太阳的关系啊非常完美，可以影响了这个次级实像的创造。古代有广泛的描述说人类就曾经受到过基因的操控，这就是被执行进入人类身体的计算机啊，并协调接入了月球矩阵的频率范围。那么所谓的月球3D 矩阵呢，意思就是通过吸引力定律连接并使用了起源矩阵的系统。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会让载体存在于3D 矩阵的时候，你自身真实的频率会吸引相同的频率事物来到你的身边，相对的好与坏对应的是相对应的频率的高和低，而矩阵的计算方式呢，将读取你的想法和情绪，为其匹配类似的频率机构。因此呢，通过控制人们的信仰，就能控制人们的思想，然后从此控制着思想和智慧的多少，还有频率的高与低。这便是能够控制整个地球3D 矩阵所展现和显化的集体现实，所以他们就称它为造梦空间。所以说3D 矩阵呢，它不仅仅是光，当它足够强大的时候，它巨大的电磁能量仿佛是一个力场，而这个力场就是环绕地球的一堵墙。如果没有控制频率的技术呢，你就不能穿越那堵墙。所以我们才需要去提升自己的频率，而把修为作用在自己的身上。当你有足够高的振动频率来脱离这个3D 栏杆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脱离3D 矩阵。如果不能的话，说明你的进化还不够，智慧还不足以让你的心灵饱满，你就继续会陷在这个3D 矩阵的轮回里面。打个比方来说，3D 矩阵就类似于我们现实中的虚拟元宇宙，它不是用鼠标和屏幕来创建它，而是用思想与某种可以粗略称之为以太的接口来创建它。所以3D 矩阵会读取你思想中想要的东西，以及你想要的任何东西的位置。所以在这个矩阵当中，人类加速老化的这个情况，它不是矩阵程序的一部分，而是矩阵安装之后啊，有人从内部修改，使人们的信念模式转变了。它让人们认为人类自身的寿命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了让人类变老，去相信他们真的只有85岁左右的寿命。而严酷的环境和世界呢，同样是由意识显化推动负面行为所造成的，所以这同时还有助于让人们就更加的深信衰老的这个概念，这会让人类在大脑中相信自己会变老，所以人们才会衰老。而美国的科学家布鲁斯·利普顿呢，他是发育生物学家，他对遗传学的观点非常的与众不同。布鲁斯就提出人们的意识可以开启和关闭基因，甚至去创造新的基因。在布鲁斯写的《信仰生物学》一书中他声称信仰控制着人类的生物学，而不是 DNA 和遗传。但是布鲁斯的观点并没有得到主流科学界的关注。所以有没有可能爬虫族操纵着人类，让他们表现出较短的寿命？爬虫族通过精神的控制去影响呈现矩阵人的意识，从而入侵月球3D 矩阵的系统。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体悟嘛，就是当你的思想频率是糟糕的，你就会一直处于糟糕的生活状态当中，这就是人们称之为吸引力的定律。而这个情况实际上并不是月球3D 矩阵的一部分，它是来自于宇宙中的原始矩阵，是宇宙信息源的一部分。而有了吸引力法则的加持呢，每个人都沉浸在这个3D 矩阵当中。在地球的3D 矩阵体系里面呢，人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会创造出自己独特的个人的一套规则。之所以事物对所有的个体来说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因为地球上的人们会被引导来显化同样的事物，人们会使用精神控制来创造蜂群思想，将我们极大的局限在这个低意识层当中，就像是被设定到了系统默认的状态。当你开始觉醒如果你不继续运行它而终止它，那么你就可以跳脱出来。因为月球矩阵就是要一直把你压进这个非常局限的意识中，就是类似于劫持你的五官感受，使他们解码电脑游戏中的信息，就很像《黑客帝国》中电影演的那样行星呢就是以电影中那样的方式被接管和操控的。我们的五官意识被锁定在另外的某种东西上，使我们在解码一个伪实相。从根本上而言，我们连接到的蜂巢意识就是为什么人们会变得像羊群一样。那么月球对人类的生理和感知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先抛开月球的矩阵仅从月球本身的位置，它也在根本上影响着人类的行为和认知。因为月球影响着地球的倾斜和旋转影响着我们地球上的海洋。而我们的体内呢，又有70%左右是水，水呢受到月球的影响，所以月球直接影响着我们。月球对我们的内分泌系统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与脉轮也有关。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的第三眼嘛，它影响着我们的内分泌激素。激素从根本上又左右着人类的行为、人类的健康、人类的认知，并且呢，月球从根本上影响着脑下垂体的松果体，而松果体呢是使我们拥有第六感的一个位置。一名叫卡尔萨根的哲学家呢，他的宇宙哲学就非常有名，他写了一本书叫做《伊甸园的飞龙》，研究了爬虫类基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他说，如果不理解爬虫类行为特征呢，也就不可能真正的理解人类的行为特征。他声称人类的大脑中的一个部分被科学家称为爬虫脑，又或者叫 R 复合体，它对人类的行为有根本的影响。世界各地的古代记录描述中蛇神呢对人类的基因的操纵，正是通过我们的爬虫脑将我们锁闭在月球矩阵当中。因为我们的爬虫脑与月球上的爬虫族的蜂巢意识相连接，所以爬虫族的意识基本上表达为我们的生活的这个世界。当我们处于蜂巢式的爬虫脑意识的时候，我们是被连接着的，我们以集体的思想在运作，持续的会感受到大量的焦虑、恐惧、担心、压力。因为第一，这使我们被禁闭在我们接入月球矩阵的频率范围内；第二，就是它也使我们散发出低频率的情绪能量，这些能量正是他们的食物。爬虫族的蜂巢意识，它接入了各个领域的控制体系，从而有可能控制我们的社会运作。现在我们看一下爬虫脑的特性都有哪些，看看我们的社会是不是也是这种表达方式。第一就是原始的情绪反应，第二就是冷血的行为，缺乏同情心，第三是领土权意识，类似于这是我的地盘，第四是控制欲，权力结构的等级体系，第五是侵略性、进攻性，类似于权力就是一切，胜者为王。第六呢，就是对等级制度以及权威的认可和默许，就类似于我知道我的位置在哪。所以认清爬虫脑的特点很重要，因为它们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自身，是我们被给予的一部分。所以说自己呢就是最大的敌人，指的就是自己的爬虫脑的这些特点。认清它是为了更清醒地察觉自己。用一个词总结爬虫脑的世界，那就是求生存嘛。它不思考，它没有思考的能力，它只会反应。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有时候能够快速反应的原因。当然反应也有好处啊，当你在驾车行驶的路上，忽然有人从车前穿过的时候，这种情况下你的爬虫脑会立即启动，就是那种在瞬间不经思考的反应。但是当它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中的其他情况的行为状态时就会带来负面的影响。比如说人们会对于生存的恐惧，就是源自于爬虫脑，它时刻在搜索着周围环境中潜在的威胁，保持警惕，不只是对物理环境威胁的警觉，还有其他层次的警觉。它控制的方式呢，就是通过我们的持续感觉恐惧、压力、担忧来持续的刺激我们爬虫脑的反应。我们知道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担心、害怕，担心我们自己的未来，害怕失去工作，还有各种的紧张焦虑。我们越是处在这种恐惧和担心之中呢，我们的爬虫脑就会得到锤炼和增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被持续的给予了恐惧和焦虑的真正原因。比如说小时候我们会听到大灰狼来了，宗教中会说恶魔来了，而现在呢，我们会有气候变化、全球暖化、病毒、禽流感、经济等问题，他们不停地制造出无数的理由让我们去害怕，持续的恐惧将我们锁闭在这个系统当中。而且我们不只是恐惧物质上的生存还害怕失去地位、权力、名望、智力、金钱、卓越感等等。因此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无条件的就会停止认同于头脑，无条件的就从压力、紧张、恐惧、怨恨等控制的这个源泉中解脱出来。这也就是脱离爬虫脑的控制，也既是脱离矩阵控制，回归心灵平静、安乐合一的一个状态。所以脱离控制的方式呢，就是不给控制者想要的反应，他们就是想要我们表现出负面情绪的反应能量嘛。所以黑暗力量的所有的措施和植入的程序和信念，是令人类产生低频率的情绪，持续的刺激爬虫脑的反应程序，将我们困在这种低频率波段。而正面的力量的目的呢，是帮助我们认识扭曲错误的观念，帮助我们平复不好的情绪，使人们更和平友爱，弱化这个爬虫脑的控制作用，提升频率。在与神对话中就有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就是恐惧是人类唯一的敌人。人类还常说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所以内在的这个爬虫脑呢，就是我们要真正面对的敌人。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以上呢我们当故事听听就好，因为有部分未经证实的内容大家不要太当真哦。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别忘了宇哥与小唐的视频是每3天更新1集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